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怪事，也是从去年4月到今年的4月，中国的人民银行它多印了30兆的人民币进到这个市场里面，进到了民间里面。可是它的 GDP 只增加了6兆的人民币。那他问他，你怎么丢了1年的时间，你印了30兆，多印了30兆进到这个市场，就这些钱竟然不见了。那你说这些钱，你说我要印那么多钱，我要补助地方吧，我要做很多的投资吧？没有，你现在看不到什么样的大投资，你也看不到这些的补助。现在在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是非常的苦哈哈，苦哈哈到什么？我很多的钱我根本发不出来了，我很多的公务员根本就没有薪水了，甚至惨到什么程度？惨到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居然干嘛？我要大罚款，我要用罚金来补足我的税收的一个差额。所以大家问，现在中国的经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难道有比我们想象更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吗？好，在这一段里面，商周的总主编吕国珍也加入我们的讨论。国珍你好，大家好。So， 我是外行，我不懂事，这件事情真的很严重吗？去年4月到现在，中国它的 M2 也就是多印了30兆的人民币。对，现在有人在问，这30兆呢？你印了这么多的30兆，居然凭空消失了。宝姐，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讲，中国即将要步入日本的失落30年的下场。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陷入一个麻烦是什么？我要刺激经济，我怎么刺激经济？我印钞票。那印钞票照理说啦，如果按照美国的印钞票之后，它经济成长率会起来。对，所以经济成长率来说的话，月末大概就是说我印30亿，大家可以带动的30兆，大家可以带动个15、16兆的增幅，这是很正常的。对，因为我印了那么多钱呢，钱出去要消费，我印30兆，多消费个15兆，正常嘛。对。可是你知道，他们只有增加6兆。你说这个数字没有效果，对比全世界的数字都还要更差，所以我多印了30兆，打水漂了。对，那会造成什么下场？我现在中国只能够再继续印钞票，但是继续印钞票之后，效果越来越低。但是你印了这么多，人民币不就不值钱了吗？对，不值钱不说，印了越来越多的钞票会怎么样呢？你整个经济会有崩溃的可能性，就跟日本一样，会开始通缩。因为你钱太多了，这商品不够多，就会开始跌价。那大家都把钱存进去，所以这就是日本这个通缩病。现在可能慢慢，日本当初会通缩，就是因为它后来经济不好之后，开始印钞票，印到最后没有效之后，就陷入一个通缩局面。现在中国恐怕要陷入这样的大麻烦。刚才讲的2008碰到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也不过丢了4兆人民币进去，就产生很大的影响。是。你现在丢了30兆看不见，没有办法，所以他现在怎么办呢？我现在就只好跟人民拿钱。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地方政府开始狂开罚单啊，然后开始想说，那你民间消费不见怎么办？我地方政府呢，用罚单的钱狂砸建设下去，希望能够带动经济。问题是这些好像全部都是打水漂。我相信习近平看到这些统计数字，如果他看得懂的话，因为非常非常的紧张啊。那大家就问那钱呢？而且他也想知道这个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看。M2 在2022年4月的时候250兆，然后今年之后有281兆，所以中国已经多印了31兆。31兆的话，等于每一个人都多增加2.2万元哦。你有多2.2万元可以让你花，对。那照理说你拿了个1万出去花，所以中国央行公布了它人民币供应量，对，在去年4月的时候，它的这个人民币供应量是250兆。到的现在是281兆，就多了30兆出来。对，但是你看，我就讲嘛，今年这样的 GDP 成长率只有增加6兆，所以就说我印了这样那么多钞票之后呢，没有对经济产生影响。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很简单一个理由，人民消费不起，你给我多一点钱，我也没办法去消费，这就是最简单的解释理由。或者是说我拿到钱之后，我宁可把它存到银行里面去，不敢花。对，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对中国来说很重要？我们讲这边刚好有美国的 M2。中国的 M2、欧洲的 M2、日本的 M2， 还有英国的 M2。我跟大家讲，这个什么数字？全世界其实我们都说美国印钞票印得很夸张，对不对？美国现在 M2 就是21兆，21兆什么意思呢？美国的这个经济这个 GDP 呢，大概是22兆，所以它印的钱比它的 GDP 的规模还要少哦。跟你讲，中国是印了266兆，266兆，我们如果除以5的话，是50多兆，50多兆，它等于是。多印了，它现在的 GDP 规模是18兆，等于它印的规模是它 GDP 的2倍到3倍，所以它是全世界印钞票印的最多的一个国家。你说中国印钞票如果按比例的话，它印的比美国还凶，印的比美国还凶，这个印钞机印的比美国都还要更大。所以我跟大家讲，难怪我看到一个帖子说，他隐隐约约听到了人民币轰隆轰隆轰隆的印钞声。我跟大家讲，如果这个局势，如果中国经济起不来的时候，人民币未来可能会长线的超级大贬值。
这个可能大家也要留意到这个状况，因为什么？它印了太多钞票之后，经济成长率出不来，那个影响会非常。它印的比美国多，它滥发钞不是美国多，是滥发钞票，规模唯一跟它很像就是日本。日本也是印了非常非常多，两个国家他们目前的 GDP 这个，我们用一个很简单，就是 GDP， 然后你去除这个 M2 去除以 GDP 的比值。照理说美国是1，然后中国大概是2.5，日本大概也是2.5、2.6，所以两个国家是一模一样的局面。它现在已经陷入了日本的大麻烦病了。好，那接下来就要讲到，那我要怎么来解决呢？对，你刚才讲的，现在可怕的是，我丢了那么多的钱，对，经济还是一滩死水。你说这个大印钞票的毛病，对，现在已经出来了。所以你讲，你现在印钞票。钞票回到金融体系，结果呢？我也不能投资，不能投资我就投资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我就越盖越跌，越盖越跌了以后，老百姓资产缩水，对，变成老百姓不敢消费了。对，没错，中国现在真的陷入了大麻烦。为什么？你印钞票印那么多，问题是你印钞票印到哪里去呢？印到最后呢，你中国银行印出来之后，钱还是到了银行体系里面去。那银行体系，因为银行呢，它要付你如果存在银行的话，我都要付你利息啊，所以银行要去投资。那他要投资什么？他不能够投资海外的美股或是股票，他只能投资中国。那投资中国的时候，因为他们资金管制啊，现在中国不让你出去啊。好，那我要投资中国什么？中国股票不保险，我只有投资房地产，所以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但是我越盖越多，我盖越多之后，它越来越跌，因为供给量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跌。一直跌之后，房地产在缩水的时候，资金，我的房子可能缩水啊，民众根本不敢去买房地产。所以它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状况，连房地产都撑不住了。对，那会变成什么？变成是他们最近呢很流行一个，我提前把房贷还了之后，我没有这种资金的压力之后，对我来讲是压力比较轻的一个状况。而且现在也出现一个状况，昆山市住房跟城乡建设局的文件，居然局里面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什么？嘉宝网上置业公司，你会怎么讲？他说你有问题，你现在有罪，你为什么有问题？你怎么可以降价？对，就等于说，连昆山都。昆山是中国这几年成长最快的，没错，它的房价成长最多的，现在连昆山都撑不住了，昆山的房价都要跌了。没错，事实上现在中国呢，你降房价你是违规，为什么这样讲？实际上这是2022年的这个全国全 GDP 前10强县的名单，第1名来说就是昆山，所以昆山因为昆山就是小台北，所以它很多台商在那边投资，那投资的时候当然房地产就会好嘛，就房地产会好的时候，很多人去买，很多人买之后，问题是有2家公司，就是嘉宝网的这个置业的这个公司，另外还有个常态的这个置业公司，2家公司，他说因为你目前为止出现个跌价状况，所以他就说不能跌价，对你干扰了这个房地产的正常的这个秩序，造成了这个社会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然后昆山这个住建局要求2家公司立刻整改，然后把这个不良行为列入所谓的年度诚信的这个档案。所以就是你跌，所以我作为建设公司，我还不能降价求售，不能够降价。所以这个中国的建设公司都非常好，但是你说他们会买单吗？其实对他们来讲反而不好，因为你没有办法降价之后，你卖不掉，所以他就变成是他拿了一堆钱、一堆房子在这个地方，他反而没办法出清。如果你让他出清的时候还好。没办法出清，反而更糟糕。那目前为止就倒闭了。对，那你看，目前为止来说，江苏的这个昆山，你看他们有一个叫新月年轻广场，这其实如果在过去一段时间是非常多年轻人或者非常多人会去逛的，就没想到，你看哦，不是只有一家倒闭，是全面性的这个倒闭。所以那市场现在大家都房地产因为没办法降价的关系，现在中国房地产呢变成一片死寂，所以政府砸了很多钱出来之后，为什么没有人要消费？因为连房地产都不能够跌价。而且我觉得最夸张的是，没有钱我只能去拔毛，拔到什么？我开始大开罚单，罚单一台车1年的罚单超过100万元。对，最近在中国大家在讨论这件事，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算是开车的司机，他说呢，我在1年之内，我有个大货车，那我居然收到了58份的这个罚单，那罚了我这个27.5万多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钱。27.5万，如果你去乘以5来说的话，大概是100多万。他想说，我这个为什么会被罚这么多？因为很简单，中国给你巧立名目都给你罚。那这个我们来讲一个故事，就是他们有一个我们知道他有这个车子大货车要上高速公路都要过磅秤，就过磅秤的时候，你看他去过的时候，你看他这个整个在这个磅秤呢就给你灌水，灌水是怎么样呢？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超标。他每个都超标，他们的标准是这样，他们的车重呢是限50吨，就你看，他们每个人去量都超过50吨，都是52吨，然后后面还有什么的要罚，他不跟你讲，还可以用模糊的，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但是你就已经被罚了，所以很简单就是这样。你看你要过去
我被罚的是什么原因？不跟你讲，反正你就已经被罚了。好，那你要想，那我去跟这些人员抗议啊，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去跟办公室抗议，不好意思，办公室没人，所以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然后你看，他们就任意所谓遮住所谓这个原本操纵的这个标示，操纵多少，他也不跟你讲，他会把它故意标起来，所以把它挡住那个数字。不是最有趣的是，如果你真的操纵，对，你如果在台湾，你不是干嘛？你把操纵的货要卸下来啊，你不可以继续开啊，你继续开就是很危险啊。对，这样很妙。你操纵了，继续开。对，我只罚钱，对，罚钱不卸货。所以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司机就说，那我索性就不开，因为被罚的太夸张了。那我跟大家讲，事实上这几年的时候，你看，人家就去问这个相关的这个交通人员，他说啊，经过了3年嘛，就是这个各县的政府都没钱啊，那执法必到位啊，还要这个督察嘞，所以也就是说要交付任务。那为什么这样说？你看，2022年的时候呢，2020年的时候，中国一共罚了这个3000亿人民币，折合现在币是1.3兆。就现在呢，罚的越来越多。为什么罚的越来越多？我们举几个事，因为他现在没有公布整体的数据。他现在呢，青岛市的这个罚款来说，年增率跟2022年比了，年增率来说是127%。所以说他光是青岛就增加。你2020年已经够恐怖了，你1年的罚款达到了1点多兆。对，那你现在又比当时又多1倍多，所以你就知道现在中国是巧立各式各样名目在跟民众要钱，显见他目前为止的官方的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最好，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因为现在根据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他说中国网络上现在禁止讨论所谓的贫穷的问题，不可以讨论贫穷。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2020年就已经完全脱贫啊，所以不能够讨论。所以你看，你现在在网络上，你看网络上有一个影片，就是说他在这个有一个退休老人用100块呢买到一些什么样的菜，就有人就说，哎，你买的菜也太寒酸了。这个一个网红去拍的这个节目，那结果没想到这个影片就被删除。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用这种不可以寒酸，不可以寒酸啊！所以现在很多大家网络上都说，哎，好惨好惨的一个状况。甚至呢，目前为止，中国的年轻人的失业率真的非常糟糕。他年轻人的失业率16到24岁是20.4%，破20了。20.4%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你只要青年人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5%左右以上的数字，这个国家一定会爆出非常大的社会的风潮会出现。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甚至目前为止，你青年人都没有找到工作，我觉得这些中国的经济压力都在未来几年会陆续的爆发出来。好，慧珍刚才讲的，你有这么多的钱，你这么多钱你丢到这个社会，你到底在干什么？30兆这么天文的数字居然就不见了，到底花在哪里？这个钱到底流到哪去？大家张着金刚摸不着头绪。然后现在看到，那你总要做一些建设吧？我们现在看这画面，这个也在中国现在大量的流传，在大连的一个隧道，对，刚盖好，你号称这个是一个全世界的好的品质，结果在漏水了。你知道他在5月1号左右才正式通车，他号称坚挺100年的中国海底隧道，结果坚挺100年，不到1个月就开始漏水，而且还被讲说，哎呀，我们这漏水很严重非常严重。我跟你讲，这再漏下去的话，整个那个隧道全部都会埋没在水里面，这是非常很危险的。那为什么会被人家拿出来就嘲笑或质疑？他当初在盖这个隧道的时候，他还说，哦，我们这个工程是引用了那个什么潜舰的相关的一个叫做深管的沉管的，就是沉在海里面的那种管子的一个技术哦。然后呢，总共是用18段这样连接起来的，所以呢，这个技术啊非常厉害，可以坚挺100年没有问题。结果竟然撑不到1个月，所以就让人家想说笑死人了！你就算大傻逼，你弄一个工程，我们先不姑且不跟你讲说你这个工程到底有没有达到它的经济效益，而是100年，结果1个月就开始漏水。对啊，这是个海底隧道。是海底隧道在漏水，就代表你的结构有问题。对，当你开始有渗漏的时候，你的结构能够撑得住吗？刚刚说，这一次经济的一个危机问题，中国还是比照2008年要大撒币哦，大幅的推动基础建设，包括这个海底隧道，结果结论是什么？撑不到1个月，类似的工程真的还蛮多。那现在也有人在讨论，就是说，所以中国现在根本就在乱花钱，完全全部都乱花钱。你知道他乱花钱到什么地步吗？我们那个上海、广东那个我们就先不用讲，我们讲一个最夸张的地方，有个地方叫商丘。商丘，对，这个地方在哪里？河南商丘吗？对，这个地方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场，但它现在一口气要盖3座机场。
所以你就心想说，丢啊，没有机场，对，一口气要盖3个机场，要盖3个机场，而且呢，你知道吗？它还要盖3条的高速铁路，然后呢，还要一个2万的一个停车格啊，然后讲说，哇塞，这个商丘未来是有什么大发展，可以发到这个地步？不好意思哦，商丘的市政府2月份才因为没有补贴给他们公车一些相关的费用，所以呢，那个公车行驶宣布不行驶了，所以你连公车的钱都没有给人家，你凭什么去盖机场？因为政府要撒钱啊，政府撒钱才能救经济啊。而且我跟你讲，你公车也没有开，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现在大刀阔斧，我要盖机场，我要盖3条高速公路，看得出来啊。所以呢，我看在上层，看在习主席的眼里面，我很认真在搞事啊，我很认真在做地方建设啊，我很认真在响应政府的政策啊。结果却是民不聊生，连公车大家们出门坐公车公车没来，为什么？因为市政府没有补贴公车的钱。这些问题其实是还蛮严重，然后你就会形成一个状况是，你既然都连公车都没有办法去支持营运了你盖了2、3座机场，那么多高速公路，到底要干嘛？所以呢，大家都想到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就是出在不断的靠印钞票，不断的靠这种没有用的一个所谓的大白象。你没有看到高速公路在关键没有车，没有车，你盖什么高速公路？这种真的是非常荒谬。你一直觉得这很夸张吗？我跟你讲，没有，还有更夸张的。贵州，我们都知道贵州地无3里平嘛，然后贵州我这个地方我还真去过，因为我跑台泥的时候，我就去过。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人的，连高速公路上都没有什么人。就你知道他们现在要干嘛吗？他们竟然已经盖了5条不同路线的高铁啊！那你地无3里平，你盖高铁？一座山穿了5个洞。对，他说，地无3里平盖高铁不是很难盖吗？没关系，我们非常会打山洞，所以呢，我们竟然打了5个山洞啊，干嘛？让5个高铁要穿过？那你想说，那高铁里面有人吗？没人啊，没人，我跟你讲，公车都没有，那个高速公路都没有。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是一几年，12年还14年，公路上都没人呢，怎么可能？你高铁上会有人？更夸张的事情，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一个是从贵广公路啊，一个是贵开高铁啊，然后贵广高铁，这夯不啷当讲起来都是什么60公里呀、然后100多公里呀、他们人家那个高铁时速还给你限160，感觉上是听起来很先进。问题是来地都没人啊，所以你这些大白象工程盖了这么多，从头到尾只是地方政府告诉中央说，我有在做事哦，我也想你的政策，而且更可怕一件事情，没人就算了，你知道他们的一个公安的品质非常的糟糕。之前就发生一个在湖北省呢，也是一个类似跨海大桥那种，没有想到你看这个在桥上，你们知道车子开下去了，因为它品质太烂了，它旁边的栏杆完全没有，就是没有栏杆起来，就后来有人开车浮桥，就整个就弯下去，下面可能是连那个底部都没有砸，就是没有把它给砸到水里面，就变成一个浮桥了。所以车子开就开到水里面，这种东西其实真的是会有人命安全，而且这个所谓的浮桥这是桥，对啊，它是桥，而且这个浮桥从2016年开始投入使用到现在7年以来他们据外面说是没有发生的事故，但是没想到这个画面就被人家拍出来，明明就有一个9人坐车，车上坐了8个人之后，结果有5个人没有生命的迹象。他还在吹捧说这是专门的设计，没有桥墩，浮在水面上，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对，所以你就心里想说，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可以浮在河面上的一个桥？那你这样浮的，那你车子要怎么开？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真的是把拿人命来开玩笑，竟盖一些不符实用的一个大白象工程。好，国珍，这我们也讲过了。其实中国跟俄罗斯都非常强调民族主义，然后呢，中国非常在意什么？我在海参崴，本来是我东北最重要的出口港口，现在被俄罗斯拿去了。那俄罗斯也是拿了以后，我就绝对不还给你。就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海参崴已经变成了中国内部贸易这个港口，也就是说，我现在在珲春、吉林、黑龙江，我不用再千里迢迢花1000公里跑到大连，我再把200公里，我就可以到了海参崴。到了海参崴，我还找什么？在浙江找了一个对口港口，浙江有2个对口港就代表我把海参崴干嘛？而且里面的计算全部都当成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内部的贸易。那想，那俄国干嘛做这件事情？你说俄国真的太穷了，俄国因为俄乌战争，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搞民族主义了，他已经穷的真的只能跟中国求助了。
对，这样一做，等于海参崴变成中国的内陆港、租界港，等于跟我们以前五口通商很像，就是变成中国的一个附庸跟转口的基地，变成中国国内港口之一。可是为什么跟五口通商一样？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俄罗斯对中国依赖越来越重，去年已经创下历史新高，结果第一季的时候刚刚公布了，又成长了39%，哇！去年已经创历史新高了，现在对它的依赖还越来越重，而且你说中国虽然不乐观，但是俄罗斯更惨。他们两个已经变成难兄难弟了。对，而且出口还大量依赖中国，美国的出口都减少，结果中国的出口还持续在增加。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就会看到俄罗斯为什么海参崴这件事情会引起大家的关注。是2009年，我们都知道那一年爆发了金融大海啸之后，全世界大萧条。结果俄罗斯那时候海参崴市政府还一度要把海参崴租给中国，中国当然很喜欢，传出消息说要租一半给他，要给他1500亿卢布，大概31亿欧元要租给他。结果俄罗斯那时候反弹声浪就出来了，自己的独立日报就说，如果租给他会发生什么事情？远东地区的中国人会达到800到1000万人，这代表什么？整个中国人在远东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会比总人口600万左右俄罗斯人还要多。所以远东地区的中国人高于俄罗斯人。对，所以在2008金融海啸的时候，当时俄罗斯也受到了重创，即使在那么穷的状况下，我的海参崴都不能给中国。可是到现在俄乌战争一打，我要给中国了。对，那时候就是担心为什么？因为太多非法的人会去嘛。中国人合法的就1万，结果20万最起码在那个时候算的哦。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这件事情一做下去，大量的中国非法的移民都会去那里嘛。所以我们来看，中国什么没有，就是人多。对，而且这样一去的话，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还不止海参崴，中国人会远比海参崴俄罗斯人还要多。那为什么这么长？我们来看1、2月，他一个月国防预算就发了7000多亿，而且是真的是用飞弹在烧钱，所以一烧，哇，1月就花了4500多亿台币，2月花了3000多亿。对，用着怎么算呢？它的社会支出的2倍，或者是经济支出的2倍，等于我们一些医疗社会福利完全都。你说打了1年多之后，这场战争让俄罗斯撑不下去，光今年1月、2月、2月就花了7700亿的台币了。对，而且这些钱是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相关预算的2倍，跟经济预算的4倍。你没有钱去投资教育或者是社会，也没有投资，也没有社会福利了。所以俄罗斯的寡头，这些俄旅的老板。德里帕斯卡就跑出来说：“你这样搞下去，国库的钱都没有了，而且还要动脑筋克我富人税。如果没有外国人来投资，他们会变得非常的惨。”我们来说俄旅为什么对中国影响这么惨？俄旅这个老板会怎么说？俄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旅公司，占了世界前3名。结果去年旅价涨了17%，结果他还少赚44%。更惨的是，他对中国的出口增加45%，对美国的出口减少非常的多。哦，这代表什么？他赔钱在卖给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持续在减少，赔钱卖中国，因为我没有市场了。对，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出口持续在增加，手上的人民币越来越多？可是铝价在上升，我不但没有赚，我还1年少赚44.4%。对，那股价一直往下跌，去年还跟中国借人民币的债券，等于最大客户是中国人，自己的最大债主又变成中国人，世界上第3大铝业公司。早晚可能会变成中国人的，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每天飞弹还是要射，一颗飞弹又要3亿，一个巡弋飞弹2亿多，一天就要花9亿人民币，9亿美金哦，是9亿美金，一天就要花36亿台币，再用在飞弹上面，一天36亿台币。对，所以经费要这样花下去，再来看它的石油，石油一样跟俄铝的状况一模一样。赤字大幅增加，我真的没有看过卖石油还卖到亏钱的，还卖到这是俄罗斯联邦政府自己的估算，今年卖石油可能会亏钱。为什么会亏钱？出口量大量减少，接下来它可能还要补贴中国10到15块美金一桶，结果变成什么样？你是赔钱卖石油，结果接下来怎么样？课富人税跟课很多人的税，所以俄罗斯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而且内部越来越惨。所以他现在人变少了。更穷了，更惨了。对，因为去年到打仗到现在，总共有俄罗斯企业家个人有278000人宣布破产。俄罗斯人真的是变得非常的惨。你看破产人这么多，接下来他的中位数所得，就平均所得是往下这样跳了。所以俄罗斯可以看到百货公司倒了，或者是香港的商店都倒了，整个收入是一直在往下掉。那俄罗斯怎么办？普丁就想出一个办法，我要课征富人税，而且如果2024要缴的话，今年提早缴还可以减一半。
真的是在杀鸡拔毛了。好，董事长，你之前就在讲过，这次俄乌战争里面，大家都各有一个算盘，都各怀鬼胎。中国就希望干嘛？透过这个过程里面，我把俄罗斯变成我的附庸。结果现在俄罗斯真的没想到穷成这个地步，海参崴可以让你变成内部的港口，而且很多的贸易、很多的经济也被掐住脖子了。但是俄罗斯还有一个优点要注意啊，到目前为止，它在军事上的科技还是世界一流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一直希望在利用这个机会，然后取得廉价的军事科技来源，拿它的引擎跟发动机，他还是抓着不放，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它底子还是很厚哦。对，这个是千年帝国哈。活到现在为止，它有一定的道理。以前我听过傅老师讲一个，我把我吓。他说：“你知道到了太空站，太空站讲什么吗？太空站讲俄文，因为现在全世界你就在这个火箭最好的发动机跟引擎那个燃料还是俄国最厉害。是俄罗斯很多科技在世界上是独步全球，这个没有错。现在就说普丁确实是没有钱，那他现在目前也确实多方在筹钱。”但从他自己本身的有钱人身上招，所以那些所谓的这寡头啊这些啊，是被他炸得差不多了。但到底实况如何，大家搞不清楚。可是目前有个现象，就是俄罗斯本身的自由度，比起过去在这个苏联的时代还要更糟糕。这个是很意外的事情，因为过去苏联时代还有很多的事情，大家可以开放啊等等啊。但是现在普丁面临一个困难，就是因为他经过的这一段，他经过的苏联解体之后，跟西方接触了，接触之后，他现在又反过来收拢，所以他在这个折腾的过程当中啊，付出非常大的国家成本。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内部啊有很大的反弹的这个力道在那边，所以这些东西都对他在集合国家力量去在发动战争或维持战争呢，都有相当大的困难。那你现在讲这个万民拥戴吗？他在俄罗斯的支持度不达到82%吗？还有人敢跟他作对？有非常多，不是因为说他的压制的手段比过去苏联的时代更要激烈，就是随便你只要反对军事作战，他立刻就可以抓你。所以他现在变成这个，他现在的情况比他过去要更严格。所以这个严格到底西方也在判断有没有可能会有变化的可能性，对，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了。对，大家都在等待这个事情。那刚刚提到这个海参崴啊这一些事情啊，就是只是一个表示说他想要不断的跟中国的经济拉得更拢嘛。对，拉得更拢的情况之下，那这个目前也符合习近平的利益啊。对，习近平也希望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借机会能够取得廉价的这些所谓的天然资源。所以他们两个国家目前越来的关系会越好哦。如果情况再恶化下去的话，中国还是个很大的经济体，所以他们只能相濡以沫了。相濡以沫完了以外，还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包括还有很多间接的方法，替俄罗斯在海外寻求到包括高科技的这些半导体等等。这个中国跟其他一些哈萨克啊这周边的国家，其实都还在帮俄罗斯寻找外援，而这个外援，他们本身俄罗斯还是在黑市场里面拥有非常大的力量，还是非常厉害的。然后一年的这个营业额，这个所谓的资金的流动啊，都是在20-30亿美金在这边流动。好，正好，所以我们讲到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刚刚那个数字也太吓人了吧？你不过打2个月，耗损的整个军费达到了7700亿的台币，难怪在1年打下来了以后，俄罗斯一开始我还可以卖石油天然气，结果现在德国也把我这个所谓的北溪1、北溪2全部关掉，石油天然气的收费越来越低了，它真的打到山穷水尽了。对，打到山穷水尽了，不止这个没有钱还有没有晶片甚至很多零组件都没有啊。比如说我们上期节有跟大家讨论这个匕首极音速飞弹，你知道匕首极音速飞弹打到基辅被拦下6枚，就是打6枚拦6枚哦。对于俄罗斯来说很伤啊，因为匕首极音速飞弹打1颗是少1颗啊。
它里面呢有133个零件啊，是来自于国外的物件，所以俄罗斯打完就没有了。这133个零物件是真的，我在制裁状况下，俄罗斯是不见得拿得到的。而且大家会问啊，匕首这个极音速飞弹是真的极音速还是假的极音速？中国呢，因为现在被笑嘛，说拦得下来，就表示你中国也不行。中国就写篇文章说技术不一样等等。我跟大家报告，这个匕首极速飞弹真的不太好拦。为什么？因为一它可以变轨，二它是通过飞机来发射啊。它飞机来发射表示什么？它出速很快。对，而且不止出很快，你无踪无迹嘛。对，因为比如说，假设是通过陆基的话，我去对准你那个陆基的这个基地啊，一定的轨道，我去算你发射的瞬间，我就知道你发射嘛。可是它如果是在飞机，我怎么知道飞机飞哪里？从什么角度来打？而且它在最后呢，它又可以变轨1次到2次的状况之下，以极音速飞弹来说，我们都讲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变一个角度1度2度，最后就差很多嘛。所以对于这个匕首飞弹呢，被美国拦下来，坦白讲，我认为啦，美国应该是真的掌握到拦截极音速飞弹的状况。而且你知道这是用什么拦截？是爱国者3型飞弹。对，爱国者3型飞弹它的拦截特征是什么？是锥状式的拦截，撞的。对，一般来说有2种拦截方式，一种是飞弹飞过来的时候，我的拦截棒在你飞弹旁边爆炸影响你的角度。可是爱国者3型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的是直接弹头对弹头，所以它可以有弹头对弹头打下极音速飞弹了，表示爱国者飞弹在这部分是非常有信心去拦截的。那现在俄罗斯面对到什么问题呢？面对到是这个没有晶片跟没有钱的问题。没有钱刚刚谈过，晶片是大问题啊。今天有个新的讯息啊。哈萨克不再卖俄罗斯洗衣机，不卖洗衣机，这件事情不卖洗衣机跟飞弹有什么关系？对，有人说你这里拿出来讲，你糗西啦！我跟大家报告，你知道吗？2022年2月还3月的时候，艾斯摩尔的执行长曾经在艾斯摩尔的年报上面说，现在很多的那个厂商因为没有晶片关系，他去买洗衣机来拆晶片来用。去年就用过，俄罗斯长期干这种事，因为其实洗衣机里面的晶片超级多。现在那种滚筒式的洗衣机洗衣机有晶片。对，我跟大家报告，大家不要瞧不起洗衣机洗衣机其实应该是你的家电里面数一数二复杂晶片多的机器。因为现在洗衣机你进不到什么滚筒式，我先丢进去，它转2下就知道里面多重，有多重呢，它就可以自己这个下多少洗衣机，下多少洗衣精之后呢，开始转，然后调节温度，你要30度水、40度水、50度水、60度水，然后转完之后呢，还有什么各式各样模式嘛，弄完洗脱烘嘛，还脱水，脱完还烘，烘干完，哎呦，还有分高级衣料模式、一般衣料模式、强韧衣料模式、传感模式。然后你知道怎么那么懂？因为我最近在看洗衣机，我就要买洗衣机，我刚好懂。那洗衣机呢，我特别去分析里面有电源晶片，有控制晶片，有驱动晶片，有感应晶片。一台洗衣机里面非常好用啊！我甚至还跑去研究，因为要讲这题嘛，我去看洗衣机里面到底多好用。它那些晶片里面都是成熟制程，什么意思？不是5奈米、7奈米，都成熟制程，28奈米什么的。可以有个好处寿命很长。你稳定性很高。对，我这很简单嘛，我 iPhone 好1年2年都要换一次，对不对？我问你，你买台洗衣机每1年换一次，请问你会不会生气？因为气死嘛！所以洗衣机里面晶片稳定度很高，非常适合军用啊。所以过去哈萨，所以之前我们刚才讲的了，俄罗斯就去弄了很多洗衣机的晶片，去拆洗衣机的晶片，拆了洗衣机片以后，就等于说就装在我的武器上。现在美国发现了，那美国居然要求哈萨克，你不准卖他洗衣机了，对，不准卖洗衣机。所以我跟你讲，我这是真的，不是大家觉得很荒唐，对不对？你们去搜寻了艾斯摩尔的执行长公开说，在没有晶片的时候，很多大公司，尤其是中国公司，是去收购洗衣机沙漏件，拿来去做里面晶片使用的。而且呢，你看我们这边还有数据可以佐证这是什么东西呢？欧盟和美国对部分前苏联国家的出口，你看部分前苏联国家包含哈萨克。包含乌兹别克，包含吉尔吉斯你看在2021年的时候，跟2022年相比，每一个国家的出口量都大增，从7.2就72亿美金增加到11.9亿美金，哈萨克是这样子。然后呢，吉尔吉斯从3.1亿美金增加到4.6亿美金，吉尔吉斯是从0.3亿美金增加到2.2亿美金。大家看为什么增加这么多？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的增加量不是内需所用，是增加完后卖给俄罗斯所用。因为对俄罗斯来说，我没有办法直接去买晶片，对不对？那我就透过我的小老弟哈萨克啊、乔治亚州啊、乌兹别克啊、亚美尼亚去买洗衣机，对，让他们大幅的进口洗衣机，
或各式电子产品，然后再化整为零卖给俄罗斯对，所以很有趣，俄罗斯也被统计出来了。俄罗斯你看所有在电子产品，在激光就是雷射啦，然后还有半导体，你看俄罗斯2011跟2021跟2022年比每一项都是增加的。你不是被封杀了吗？为什么你进口量还增加？有东亚5国在罩你嘛？所以这场战争美国发现了，所以连这一块都要堵住，所以俄罗斯越打，真的会打到山穷水尽。